这是东野圭吾的经典之作。众所周知，东野大神的作品总是在揭露和探讨人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部由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11字杀人》，便深刻地揭露了人性的善与恶。好了，话不多说，影片开始。结城是一位推理小说家，3年前婚姻的失败让他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至此他都没再写过新的作品。最近这段时间，结城的助理东子给他介绍了一位新男友，名叫川金。这天两人正在约会，突然间川金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他声称自己的性命好像被人给盯上了，很有可能会被谋杀。结城以为他在搞什么恶作剧呢，也就没在意。结果第二天一早，警方就在河里发现了川金的尸体，而且在尸体的旁边还发现了一张写着11个字的恐吓信，来自于无人岛的满满杀意。经过调查，警方发现死者最近接连失去了2份工作，并且他还欠下了一笔200万的外债，因此警方怀疑他是自杀身亡。听完这些，结城瞬间傻眼了，没想到一向积极阳光的男友背后的生活却是这样。此刻他也才终于意识到，自己从未真正的关心过男友的生活，或许是觉得对川金的亏欠太多。结城发誓一定要找出他死亡的真相。转眼间到了第二天，结城来到男友家收拾遗物，男友的妹妹将川金生前的日记本和全部资料都拿给了结城。此时屋外闯进来了一名黄头发的女人，她自称是川金的搭档，过来的目的是想要取一份工作上的文件，可所有的文件刚刚才被快递小哥取走。无奈之下，黄头发只好跟结城约好时间地点，准备明天再去取那份文件。临走前，黄头发还特别叮嘱他千万不要私自翻看那份文件。说完，结城虽然有些疑惑，但也没有多想。就这样，到了第二天，快递小哥送来文件，然而就在结城签收时，他突然发现楼下有一名古怪的老头正鬼鬼祟祟地盯着他看。随后画面一转，结城在川金的日记本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点，原来在川金去世的前一天，他曾去过一个名叫山森健身俱乐部的地方。川金上次受的伤明明都还没有完全恢复好，怎么会去健身房呢？抱着疑惑，结城和助理东子来到了这家健身俱乐部，并找到了俱乐部的社长山森先生。随后经过询问，山森表示昨天下午川金的确来过，可他们只喝了点小酒，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说完，结城将川金去世的消息告诉了社长，然而社长的第一反应却是问川金是被谁杀死的，知道吗？正常情况下，人们都会询问对方是怎么死的，没人会像他这样。看来社长知道一些内幕消息。交谈结束，两人走出了俱乐部。这时结城突然想起昨天那个黄毛女和他约好了今晚去他家里取文件，眼看放了别人的鸽子，结城打电话过去正想道歉，不料却被对方告知那份文件已经找到了。说完，结城回到家里，刚进门就发现早上快递小哥送来的那个文件箱有被人拆开过的痕迹，看来有人趁他出门这段时间偷偷潜入他家盗走了川金的某样遗物。仔细思索一番后，结城想到了早上那位古怪的老人，又或者说是那个黄毛女偷的。转眼间到了第二天，结城和助理东子来到之前川金和黄毛女上班的地方，通过询问得知川金和黄毛女以前曾是一起写游记专栏的搭档，川金负责写文，黄毛女呢则负责拍摄。刚开始他们的专栏反响很不错，不过后来两人去了一个名叫初音岛的地方取材，意外遭遇一场事故，回来后就很不在状态。听说当时一共有10人参加了那次的初音岛探险活动，回来时却只剩下了9人，其中1人在海难中丧生，川金的腿也是在那次活动中受的伤。接着出版社的主编还表示，那次活动好像是一家名叫山森健身俱乐部的老板所组织的。说完，结城意识到男友的死很有可能和那起事故有关，于是立马起身来到了男友的搭档黄毛女家。可刚走到小区门口，就看到了黄毛女的尸体赫然躺在地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一部把人性黑暗揭露到极致的影片。结城发现黄毛女离奇坠楼后，更加确信男友的死和那起海难事故有关，于是他再次来到山森健身俱乐部，向社长的秘书索要了当时的活动名单。原来出行那次活动的人都是山森社长的家人、朋友和员工。社长的秘书名叫志金子，他声称最近才来这里上班，所以不知道那起事故是怎么发生的。于是结城拜托志金子把这个金井三郎给叫了过来。三郎是健身俱乐部的维修员，他声称当时船难发生的太快，全部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具体的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很明显，三郎在刻意隐瞒着某件事。交谈结束，志金子和三郎转身离开了这里。结城从一旁的服务员那里得知，原来三郎和志金子是一对相恋多年的小情侣，可刚刚两人似乎在有意隐瞒他们之间的情侣关系，这又是因为什么呢？随后画面一转，结城找到了那位在海上遇难死者的家属，死者名叫竹本，也是一位游记作家。从他弟弟的口中了解到，竹本常年在外漂泊写作，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而且他还是一个游泳健将。弟弟怎么都想不通哥哥会死于一场海难之中。接着弟弟还说了一个有用的线索，他声称整理遗物时，他们发现竹本经常带着的那个小酒壶不见了。对此，竹本的弟弟猜测应该是被竹本的女朋友偷偷拿走留恋去了。说完，结城按照名单找到了下一位出游者，
通过询问得知，对方是一位话剧演员，叫板上峰，在当地小有名气。他只说了一句：“竹本确实是在那场海难中溺水身亡的，这个毋庸置疑。”说完就转身离开了这里。然而到了晚上，结成在回家途中就看到了一条紧急新闻：话剧演员板上峰跌落站台身亡。原来凶手在地铁到站的前一秒将他推了下去，就这样又死了一名出游者。结成看着大屏幕，半天没缓过来。此时新闻正在缅怀板上峰以前的作品，看到这个老人的造型，结成瞬间想起当时在楼下看到的那个古怪老头，原来就是他乔装打扮的。看来偷偷进屋把文件偷走的人也是他，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凶手到底是谁？调查至此，案件毫无头绪。结成回到家中，结果在电脑上看到了这细思极恐的一幕。原来有人再次进入他的家里，并留下了一行字：再不收手的话就杀了你。对此结成毫不在意，他发誓要找出男友死亡的真相。随后结成又找到了山森社长的女儿山森由美。由美是一个盲人，她也参加了那场出鹰岛探险活动，同样遭遇了海难。由美告诉结成，当时她被人救到岸上，已经快要失去意识了。恍惚中她好像听到一个女人在呼喊：快救救她吧，求求你们了。当时每个人都精疲力尽，没有人愿意帮忙。之后由美也因为体力不支彻底昏死过去，因此她也就没听清那个呼救的女人到底是谁。说完画面转过，助理东子认为这个呼救的女人应该就是名单上一直联系不到的古泽静子。静子很有可能是竹本的恋人，或许是因为当时大家对他的恋人见死不救，因此他才怀恨在心，准备报复所有人。调查结束，结成回到家里，结果发现沙发上坐着一个人，走近一看，原来是健身俱乐部的社长山森。山森表示：为何还不收手？既然你这么执着，不怕死也要继续调查，那么我就让你知道当年的真相。说完，他邀请结成和结成的助理东子参加下个周的出鹰岛活动，并表示海难的真相会在那个时候揭晓。转眼间到了活动时间，当初经历海难事故的原班人马结成和东子一起来到了出鹰岛。刚开始并没有什么异常，然而到了晚上，凶手又开始出动了。此刻的时间已经快要到10点，助理东子在窗户边看到志金子走出了酒店，他这是要去干嘛呢？随后两人洗完澡到了10点，结成感到非常的困倦，于是便提前休息了。然而到了晚上的11点，结成突然被噩梦惊醒，这时他才发现一旁的东子竟然消失不见，他担心东子的安全，于是下楼告诉众人。随后众人开始到处寻找，可怎么都找不到。就这样一直到天亮，结成和社长才在海边发现东子的尸体。凶手到底是谁？结成在悬崖边发现了东子的尸体，报案之后，警方来到案发现场进行调查，可怎么都找不到他杀的证据。于是警方很快就断定了这是一起自杀事件。可结成却坚定地说，东子他是被谋杀的，并且杀害他的人就在这群人中间。根据调查，东子的死亡时间是昨晚的9点半至10点半之间。然而昨晚10点之前，东子和结成一直都待在房间里面，那么死亡时间就缩短到了10点至10点半。当时社长与同行人在打麻将，社长夫人和女儿在大厅看书，三郎和志金子在玩桌上足球，所有人都有不在场证明。凶手到底是谁呢？什么线索都没有，结成也只好暂且作罢。然而回去的途中，结成突然想起9点40分的时候，东子声称在窗户边看到志金子走出了酒店，那么他出去干什么呢？转头结成找到了由美，经过询问，由美表示9点半左右的时候的确有人出去过，而且是2个，因为他在大厅看书时，门一打开就会有风吹进来。由美声称当时一共有2人打开过大厅的门，并且最后一次开门时他还闻到了一股烟味。说完，结成怀疑起了三郎，因为在这群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抽烟，可是10点到10点半之间他们又有不在场证明，这是个什么情况呢？结成拎着东子的包回到家中，整理东子的遗物时发现他的包里竟然有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小酒壶，并且酒壶中还有一张字条。结成打开字条一看，瞬间明白了一切。随后结成拨通了古泽静子的电话，把他约了出来。原来名单上那个始终联系不到的古泽静子不是别人，正是志金子本人。志金子是一个富家千金，因为父母反对他和三郎在一起，于是他就和三郎私奔到了东京。可2人刚来东京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找大学期间的学长竹本来帮忙。由于竹本非常的喜欢志金子，所以面对志金子的请求，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下来。恰好当时竹本的一个朋友古泽静子出国留学去了，竹本在帮他照看公寓，于是竹本就让志金子先住了进去。之后志金子就一直用古泽静子这个身份工作生活着。可结成是怎么知道古泽静子就是志金子的呢？结成拿出了那张在酒壶中发现的字条，上面是竹本写下的随身记录。原来竹本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他会随时记录刚刚发生的事，为的是日后好写作。字条上他是这样写的：山森社长、社长夫人、社长女儿、社长弟弟板上峰、川金黄毛女健身教练志金子和竹本都已经陆续上岸，只有三郎来迟了。字条是竹本写的，这也就意味着当时的竹本已经安全上岸了，不可能是众人所说的溺水身亡。说完，志金子瘫坐在地上，
承认了当年发生的一切。原来船难发生时，三郎的脑袋不小心撞到船头，失去了意识，一直飘在海中。游上岸的志津子跪着哀求众人救救她的男友，可此时大家都已经体力透支，谁都不愿意去冒险营救。最后只有竹本站了出来，他声称自己可以去救，但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把三郎救上岸之后，志津子要陪他一晚。眼看时间紧迫，无奈之下，志津子答应了他的要求。随后三郎被救上岸，志津子履行了诺言。然而这一幕恰好被追过来的三郎看见，于是三郎就立马冲过去，一把扯开了竹本。由于用力过猛，竹本的后脑撞到了地上的石头，就这样竹本当场没了呼吸。山森社长上前检查了一下，表示人已经彻底凉凉。事后社长对着众人说道，三郎不是故意的，属于失手杀人，况且竹本他自己也有很大的问题。说完，社长提议大家要一起保守住这个秘密。随后众人一起将竹本的尸体扔进了大海里。真相就是这样。那么最后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为竹本复仇的人，这起连环命案的真凶到底是谁呢？结城表示，凶手就是他的助理东子。还记得刚来初音岛的那天晚上，东子一直在强调关于时间的问题。原来东子趁结城去洗澡的时候，故意将钟表调快了30分钟，并且还给他喝了一杯放有安眠药的果汁。就这样，钟表显示10点，其实真实的时间才到9点半。随后结城因为安眠药昏睡过去，东子则趁这段时间从酒店的后门悄悄离开，找到了在外面散步的志津子。然而就在东子准备下死手将志津子杀害时，三郎及时出现，再次失手将东子推下了悬崖。至此案件终于真相大白。没想到东子就是竹本的女友，为了复仇，他杀害了川金黄毛女和演员板上峰。最后三郎表示自己愿意付出代价。此时结城还有一件事没有想通，那就是山森社长连去救人都不愿意，他怎么会这么好心，主动提出要帮三郎隐瞒杀害竹本的事实呢？想必社长也打好了自己的小算盘。原来山森社长他即将步入正界，因为害怕竹本清醒过来将船难发生的一切写成游记，见死不救的行为会让他的选票急剧下滑，所以他在得知竹本还活着的情况下，谎称竹本已经没有了呼吸，将其扔进了大海之中。好了，真相就是这样。东野圭吾的这部作品将人性的善与恶描写得淋漓尽致，让人看完后唏嘘不已。喜欢东野圭吾的点个赞，咱们下期继续，拜拜。